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杨紫最吓人的地方，不是长得多惊艳，而是她总能把流量脸按在地上摩擦。内娱最可怕的从来不是漂亮，是那种看着不惊艳，结果一进戏就把一堆流量脸按在地上摩擦的演员。杨紫就是这种人，别的明星还在忙着拿脸抢镜，她已经靠角色把脸藏起来了，这才是真正让同行后背发凉的地方。又特别喜欢给演员贴标签的圈子里，硬生生杀出了一条反标签路线。别人被市场定义成甜妹、古偶、霸总、仙女，她偏偏哪类都敢碰，哪类都能接，接完还不至于把戏演成事故，这就很要命了。很多人嘴上都爱说演员要有边界感，实际上内娱最喜欢的就是把演员做成标准件，能卖脸就别卖戏，能靠滤镜就别靠台词，能靠热搜就别靠角色。反正观众记不住人设背后的空心壳，资本就敢接着往里塞货。问题是杨紫这种人偏不按这个流程走，她不是在给自己立全能演员的牌坊，他是在把行业里最偷懒那套打法直接打脸。童星出身的人在内娱其实很惨，外人看着是国民闺女的光环，内里却是最容易被定型的一群人。观众对你的童年记忆太深，资本对你的可复制价值又太执着，稍微长歪一点就被骂，稍微转型一点就被嘲。很多人都卡死在那道门槛上，要么一辈子吃老本，要么转型失败被市场当成过期库存。杨紫能从家有儿女一路走到今天，靠的不是运气，是她太懂一个残酷现实。童星最怕的不是没戏，是一直被别人当童星。她早年那种国民闺女的观感，说实话并不适合今天这个审美越来越极端的娱乐工业。长相不属于一眼封神的类型，偏偏又站在镜头前特别有生命力，这种人很容易被短视频时代误判，因为现在很多人已经习惯了3秒定生死，脸不够抓人就划走，造型不够炸就换页，哪还有耐心等你把人物慢慢演出来？所以杨紫这种演员在流量时代反而显得稀缺，稀缺到像系统里没优化完的老代码，明明不够模板化，却偏偏最稳定。别看他现在总被拿来夸演啥像啥，这4个字背后其实是演员最难熬的一关。观众不是没看过会演的人，问题是大多数演员演技一到情绪点就开始抢戏，眼睛瞪大，脖子发硬，台词像背稿，哭戏像排练，恨不得拿喇叭告诉全世界我在演戏。而杨紫厉害的地方就在于，她经常能把自己的存在感压到最低，让角色站出来，让表演变得像呼吸一样自然。这种本事不是靠蛮力，是靠长期训练出来的克制。她真正翻身的节点，不是靠哪一个营销神作，而是靠她一次次在不同类型里把自己打碎重装。战长沙里那种从少女到战地医护的转变，看似是年龄跨度，实际是人物命运的重压。很多年轻演员一碰年代戏就露怯，因为年代戏最怕2件事，一是假装成熟，二是拿劲儿过头。杨紫那会儿最聪明的地方在于她没硬装深沉，她演的是一个人被时代逼着长大，不是一个人突然学会了演成熟，这差别可太大了。再看《欢乐颂》里的邱莹莹，很多人一开始烦她，后来又不得不承认她真像身边某个缺心眼但心地不坏的朋友。这种角色最难演，因为观众天然不喜欢讨厌但真实的人设，演员要是拿捏不好，就会变成刻板的傻白甜。杨紫能演出那种让人又气又心疼的劲儿，说明她已经摸到了一个核心窍门。真正能留住人的，不是完美，是分寸感，是让缺点变得合理，让凡人变得可信。内娱现在最爱干的事，就是把角色变成包装壳，把演员变成代言机，所谓适配度
很多时候其实是偷懒的遮羞布。资本想要的是最省事的成交，不是最费心的创作。所以大家才会看到一批演员永远在同一种类型里打转，今天演甜宠，明天演霸总，后天还是同款脸配同款滤镜，人物甚至都不用换名，换个造型继续骗，观众当然会腻。腻了就骂，骂了就说市场不成熟，这话听着像自我安慰，实际上就是不愿承认自己没本事。杨紫最难得的地方就是她不怕丑，这里的丑不是长相，是角色上的不体面、不好看、不完美、不讨喜。她愿意去碰那些带瑕疵的角色，因为她知道好演员不是只会端着漂亮姿势，真正能撑住剧的是你能不能把人演活，而不是把人演美。香蜜沉沉烬如霜能爆，不只是因为题材对路，也是因为紧密不是一张纸，它有前期的天真，有后期的撕裂，有情绪崩塌时那种细到骨头里的痛，这才让观众愿意买单。很多流量演员最怕的是哭戏，尤其是那种没有台词、没有动作，只能靠眼神推进情绪的戏，因为这时候一切花活都没用，镜头离你很近，观众也很近，真假一眼就能看出来。有些人一哭就只剩脸部肌肉在用力，眼泪是眼药水，情绪是表演痕迹。杨紫这类演员的强项就在于，她的哭不是单纯的掉泪，而是情绪像一层一层往外渗，先是忍，后是破，最后才是他。这种层次感是练出来的，不是公关稿吹出来的。长相思这种一人多角的设定，最考验的不是换衣服，而是区分人物底层气质。很多所谓一人分饰多角，演到最后其实就是一个人换了3套发型，神态还是那张神态，嗓音还是那个嗓音，观众只会觉得你在交差。杨紫这次被夸得多，不是因为她多神，而是她知道怎么用最小的动作建立人物区别。市井感、引人感、克制感、疏离感，这些东西不是靠吼出来的，是靠长期对人物的理解堆出来的。你要真懂娱乐圈，就知道一个演员能不能走远，看的根本不是一次爆不爆，而是他能不能抗住重复消费。很多人红一部剧就开始被平台和品牌当成流量牛奶，拼命挤，挤到角色同质化，挤到观众审美疲劳，最后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演什么了。杨紫能一路穿过这套流水线逻辑，说明她不是被市场喂着长大的，她是反过来学会了和市场谈条件，这点很重要。更别提她这些年明显在往更难的戏路走，高原实拍、年代创业、行业剧、主旋律题材，这些都不是靠一张脸能糊弄过去的。尤其像高海拔、恶劣天气、实景拍摄这种活，真不是摆拍2小时、热搜买3天就能解决的。演员在那种环境里能不能顶住，观众不知道，同行最清楚。镜头前那一点点真实感，背后往往是生理极限和职业意志在硬扛。很多人嘴上说敬业，真到现场连风都不想吹。杨紫这种啃下去的人，当然显得可怕。娱乐圈里有个很现实的规律，越是喜欢营销天赋型选手的，往往越怕勤奋型选手。因为前者可以靠一次经验骗市场，后者靠的是持续输出。前者容易被包装成神话，后者却会一刀刀拆掉神话。杨紫身上最烦人的地方就在这里，她不是那种一上来就让人惊掉下巴的绝世神颜，她是那种你原本觉得也就这样，结果每隔几年她就拿一个新角色出来打你的脸，这种持续性比一次性爆发更吓人。说到这儿，就不得不提内娱那些经典翻车样本。有些演员红的时候都在说自己是天选之子，结果一转型就露怯，演古装像误入片场，演现实戏像在体验生活，演年代剧像穿越来上班。
脸上写着我知道这很高级，但我不懂。这类演员的问题从来不是资源少，而是底盘薄，表演根本接不住角色，一旦脱离舒适区就现原形。反倒是杨紫这种，哪怕不是每部都封神，至少她在任何类型里都不至于把戏演塌。你看《欢乐颂》里邱莹莹这种角色，放在别的演员手里，很容易变成纯粹的工具人，负责傻，负责闯祸，负责衬托别人高级，观众看2集就想快进。杨紫偏偏能让这种角色有情绪重量，说明她不是只会表现，而是会理解。她知道一个普通女孩在大城市里犯傻、受伤、成长，到底是哪种疼。这种理解能力比一堆只会做表情管理的演员值钱多了。而战长沙这种戏，又把她跟一票只会在古偶里转圈的人彻底拉开了。年代剧最怕演员有现代感，有些人一站那儿，台词一出口就像短视频口吻，眼神里全是我知道大家在拍我。这种戏最忌讳的就是虚一下，整部戏就塌。杨紫能在这种戏里站住，说明她不是只能靠后期剪辑和镜头对脸，她是真的在人物里待住了。这对一个年轻演员来说，已经不是会演这么简单，是能扛。别忘了，她最难的地方还在于，作为女演员，行业对她的要求本来就更苛刻。男演员可以靠成熟感拖很多年，女演员却常常一过某个年龄点就被催着改赛道。演少女嫌装嫩，演妈妈嫌太年轻，演职场又说不够狠，演女强人又怕太硬。市场对女性角色的想象本来就窄，杨紫偏偏在这种窄缝里越演越开，能从少女演到成熟女性，还不让人出戏，这个难度，懂的人都知道有多变态。再看她最近这些作品和传闻里的挑战方向，就会发现她不是在重复成功，而是在故意避开舒适区。很多人红了以后最爱做的事就是复制爆款，一部成功了，后面4部都照着这个模板拍，生怕走错一步，结果越拍越像电子榨菜，连自己都被格式化了。杨紫显然很清楚这个游戏，她不愿意把自己固定成任何一种廉价标签，这种选择在今天看似冒险，实际是聪明。因为一个演员一旦完全被类型吃掉，职业生涯就差不多开始走下坡了。所以为什么说他可怕，不是因为他有多神，是因为他太稳定了，稳定到让那些靠一时流量起家的演员很难接招，稳定到让资本没法轻易给他贴一个只能卖某种人设的标签，稳定到观众对他的期待已经从好看变成了别翻车，这在内娱已经是很高的信任度了。你以为内娱最值钱的是热度，实际上最值钱的是可替代性低，能被替代的人太多了，能一直不被替代的人太少了。杨紫之所以能成为一类人眼里的危险对象，就是因为她证明了一件很不讨喜的事，演技这玩意儿真不是靠造型师、买热搜、拉通稿就能长期糊弄过去的。角色会说话，镜头会验货，观众也没那么好骗。以前大家总爱说某某是剧抛脸，意思是戏一完观众就忘了演员本人。这话听着像夸奖，其实更像对职业演员最基础的要求。杨紫做到的不是剧抛脸这么简单，她是能让不同角色都成立，且每个角色都能留下痕迹。这种能力不花哨，但值钱。因为它意味着他不是被某一类剧绑死，而是反过来让剧来适配他。那些还在拿颜值说事的人，其实已经暴露了自己的审美贫困。脸好看当然重要，可脸好看不能替你把角色演活，滤镜能骗一张截图，骗不了一整部戏。热搜能吹一个下午，吹不了一个演员10几年。杨紫真正让人服气的是他没有把自己活成一张供人消费的海报，他一直在用角色消耗自己，逼自己换皮。这种职业态度，
在这个到处都是速成明星的地方，已经算稀有动物了。所以说到底，杨紫的可怕不在于她长得多么惊天地泣鬼神，而在于她知道怎么让观众忘掉她是谁，只记住她演了谁，这才是演员真正的本事。至于那些还在拼命靠脸、靠热搜、靠人设混饭吃的，今天看着风光，明天一部戏翻车就原形毕露，内于这潭水里最先沉底的，往往就是那些把自己当成主角，却连人物都不会做的人。